全台湾变现能力最强的网红是谁？艾丽莎莎。要说台湾网红变现能力最强的人，艾丽莎莎说第二，连9man都不敢说第一。继上次贩卖网红课程之后，2025监制的瑜伽课程目前也卖超过35000人次喽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算出来他到底开一堂课可以赚多少钱？我觉得2000万，内衣上面应该是2000到3000万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抓2000万差不多。女生一定会穿内衣，可能一次就买1、2件。那如果你要瑜伽，你还有点自律，你才可以去买这个课程，然后去跟着学。像你就绝对不会，我绝对不会买，我绝对不会把钱给他。你们的家庭一定是非常的穷，才会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拆解它的获利模式。好，其实艾丽莎莎她有团购过非常多的东西，像是内衣、洗发精、保养品。再讲一个鞋子啊，我厉不厉害？她去尼泊尔是也有团购包包。有啊，她是捐赠包包哦，捐赠包包。她这一次的课程，其实在开卖短短50个小时就卖破7000个人次。你说她可能不到3天时間，然後就200多萬，2000多萬啊！3000乘以7000呢？6900不够，减1等于16减9。它在整个课程贩售的阶段呢，大概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募资阶段，那募资阶段呢，它的费用是3580。那再来第2个阶段是超早鸟阶段。我第一次听到超早鸟，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想要长时间一直打早鸟。所以它现在其实还是早鸟阶段，它的鸟飞的比较慢，很有趣哦。它的超早鸟阶段售价是每天涨10块钱啊，所以可能今天是3690，然后明天是3700，就是这样一直加上去。大概我们会抓5000到6000人是在这个阶段购买的，然后超早鸟阶段结束之后，早鸟阶段的价格就是4600。那在募资阶段呢，其实就总共有15800人购买。你说多少？所以我现在知道是有15800多个人都会做瑜伽。没错没错。然后呢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算数学咯。那因为为求方便呢，我们会帮大家把尾数去掉。在募资阶段的价格呢是3580元，总销售人数是15800人次，所以它的总销额是5600万。那在超早鸟阶段呢，售价是3700元，每天会涨10元，购买的人数是5000人次，总销售额是1850万。早鸟期间的优惠价是4600元，总销售人数是15000人，总销售额是6900万。所以呢，它的总销售人数高达35600人，很惊人，就很像是演唱会的人数。真的耶，可怕！它是开场演唱会耶，开场小巨蛋。那它的总销售金额呢是14350万元，1亿比内衣还多哎。但这个是销售额，因为它这个课程贩售是有折扣码，折扣码是350元。假设今天所有人35000人都是用这个折扣码的话，其实它还要再扣掉1240万。因为你已经有1个亿了，所以对我来说1240万也还好。后面的数字不重要。它的总销额如果扣除掉它的折扣码，总金额是13110万。对我来说没有差。再来呢，是它今天还有一个东西叫金流手续费。假设手续费是2.2%，所以其实总共的金额也要288万，小钱啦。他们其实这个影片制作的成本呢，大概会抓200万左右。那再来是他们是一个5人团队飞到尼泊尔去拍摄，所以我们抓差旅费大概也是1个人10万，所以加起来是50万。所以其实它实际的毛利是12570万，好像没有差太多，因为有一个1亿在前面，你就会觉得就是他们都是小钱。那再来就讲到艾丽莎莎自己也有说到，他们最吃重的其实不是制作成本，是广告费。因为广告费其实不算是它的成本，应该要算是它的费用。为什么啊？是哦。好。那其实它的广告费，艾丽莎莎自己说它是有破1000万。那我们就来算一下它广告费到底有没有这么多。对啊，这是我们老本行，所以应该是可以算得比较精准一点。没错。那我们假设艾丽莎莎跟知识卫星呢，他们的自然流量是5500的转换，那它的广告就需要背负3万的转换。那其实是蛮惊人的。我们换算一下我们的广告的转换率来说，其实大概是落在5到8%。广告的转换率呢，其实会随着你的投放量级跟时间逐渐的递减。所以其实我们先换算3万个学员，转换率是5%来说的话，其实你光点击进站的流量就要多少？转换率5%来讲的话，其实进站的人数要60万人次才可以达到3万人的转换。
那我们现在来算60万个点击数来说的话，一个点击成本我们抓20块。其实 Meta 来说，如果转换点击成本20块，算是一个均值吧。好，所以其实换算来说的话，它就需要有1200万的广告费。天哪，你忘记刚才的1亿开头吗？小钱啦。所以我们在广告业的话呢，会帮他们换算 ROAS， 其实就是你1块广告费，你到底赚了多少钱？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其实它的 ROAS 是8.9块。喂，它的 ROAS 换算下来其实是8.9块，很高非常高。但是呢，如果它 ROAS 其实只要有2，大概就可以支撑它获利。我今天如果去卖面包，我是还有固定的成本，就是面包原物料的价钱啊什么的。但是他今天卖课程，其实他就是那个制作费的，多卖都是赚，所以他可以一直卖到他的广告真的打不下去 ，ROAS 低于2，那他就可以收手，然后他就会再去另辟一个市场啊。没错，他虽然广告费是很惊人的，但是他的广告费是可以保证他的获利。OK， 那我们在扣除掉他的广告费之后，他的净利是1亿1370万元。哇，这什么惊人数字啊！因为其实它很难换算它的营业费用啦，所以其实我们是有把营业费用扣除掉，就是他可能他请助理啊等等之类的，这个我们就没有把它列入在里面。但是就算扣除的话，它还是有1亿多。对，应该还是1亿，那个抬头应该还是在啦。那再来就讲到分润咯，因为其实艾丽莎莎自己也有说，她其实不是自己独吞了所有的利润，她的利润其实是要跟知识卫星平台，然后还有老师去做拆账。那拆账的方式大概有2种，一种是知识卫星跟老师先对拆，1人各50%，那老师再去跟艾丽莎莎对拆，所以艾丽莎莎可能会获利25%。那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们3方直接对拆，那艾丽莎莎可能就是拿到33%多。那我们如果换算艾丽莎莎的利润分配是拿到30%的话呢，它实际上的利润大概是3411万，也是很惊人。但是它还要再加它的营所税、营业税，就是你还要再扣掉5%、20%，所以其实创业当老板没有那么容易啦。对，但是它的这个课程总获利，它自己本身大概会抓3000多万，如果是税后的话。我有点吓到，是有这么多人想要上线上瑜伽这件事情，因为他又从尼泊尔请老师，然后我知道他没有分，就是3方要分，他还可以赚到3000多万，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惊人。我自己觉得赚最多的是知识卫星吧，从来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，大家只会说艾丽莎莎挣多少。没错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。为什么我觉得知识卫星是最赚的呢？因为今天它其实已经很成熟了，它基本上所有的开课的流程 SOP 就是他们的专业。可是问题是，艾丽莎莎呢，她开了这堂课，她要接受非常多的负面理论，因为是拿艾丽莎莎这个人的名义去做这件事情，还有很多东西啦，人家还有包含制作什么。但是就是艾丽莎莎一定要扛起所有负面舆论。对，负面舆论不会在瑜伽老师身上，会在艾丽莎莎身上，也不会在知识卫星身上。没错，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就看到，就打开那个 Threads， 就是他只要一开课呢 ，Threads 就会把他所有过往的黑历史再全部全部跳出来，然后大家就会再开始酸他一轮。但是黑红也是红，这其实是他获利的一个方式。最赚钱的是平台方，但是我觉得财富自由的是尼泊尔老师。你要想一下，他拿了3000万，他回尼泊尔，他基本上应该是他此生衣食无忧了吧？尼泊尔老师一定没有想说，我这辈子最大的贵人是来自台湾的艾丽莎莎。没错，所以艾丽莎莎也做了一件好事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艾丽莎莎相对来讲是这3方里面，我觉得她钱是最不好赚的。那我们剖析一下这一次开课它的成功因素，大概会有4个大方向。第一个的话就是艾丽莎莎本人。因为他就是自带流量，然后他很会做话题。如果是同样的老师去开这个瑜伽课，我相信应该不会有这么好的声量，可能说服力也没到那么够。没错没错。第二个就是产品的差异性，应该说市面上瑜伽课程非常多，对，但是他这次特别说他是从尼泊尔带了一个大师级的老师，然后来帮大家上瑜伽课。他的文宣真的很厉害，好好听。由尼泊尔国家级大师 Raj 跟瑜伽学专家 Deepa 亲授。强调的是5位一体10大古老呼吸法哦，它不是只有强调在就是瑜伽的姿势体位上，它其实更强调是在呼吸能量，对能量身心灵的结合这种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它还算是蛮有卖点的。然后第3个就是平台方，因为平台其实也是提供非常多的资源，教材制作、上架、贩售，甚至售后服务都是知识卫星一手包办。可能投广也是知识卫星的，专业的事情就是要交给专业的来。对，他真的是行销策略做得非常好。从一开始，他可能就是有限制名额啊、超早鸟啊、早鸟优惠价啊，去制造那种稀缺性。那再来是他的口碑传播也很厉害。他每次要开课，他就会找很多的他的网红好朋友，然后他就到处去串门子，然后给他们各式各样的那个优惠码。像九妹好像一定都会帮他销售，一定会，而且他们 TA 不一样，没错，所以大家都看得到。没错，所以其实他就把那个圈层再破出去了。那最重要的就是广告。
数位行销投广告还是最重要的。我必须说，以我们专业的投广告公司来说，我自己觉得他很厉害，是他真的很用心在素材上面，不论是跟 KOL 的协作广告啊，或是他自己本身的素材，自己发那个瑜伽老师的素材，没错没错，他的素材就是一直换。然后他其实也很懂得痛点行销，我觉得艾丽莎她是一个痛点行销高手，观察到消费者在意什么东西，他会去做调整。很多人担心线上的瑜伽广告可能没有办法调整到最精准的姿势啊，或是成效并没有线下的课程来得好，他就有针对这个东西特别再去做一个广告，就是他在那边说，我发誓他一定比线下的体验还要来得更好，他就有这种，就他会懂得你现在在意什么点，你加入购物车了，可是你没有转换的原因是什么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他非常厉害。那你想一下刚才讲的那4个，少一个的这个东西都不会成功。但是近年来呢，其实有很多的网红都有开课，像是9man啊、浩浩啊、伯恩啊，网红开课呢，其实就是把知识变现跟流量变现的结合。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有专业的素人，你可能只能做到知识变现，缺乏流量这样子。就算是流量变现，艾丽莎她真的还是首屈一指。我们现在直接来看，就是其他网红贩售的课程，到底销售状况如何？好赤裸哦。浩浩的课程目前是2369，也不少啦。因为我们把艾丽莎莎前面就是拉太高了，对。但是它的费用比较高，它是8900块。可是因为它的命名会让我觉得说，我今天是一个素人，好像就不需要。对，伯恩总授课人数是2787人。我觉得如果有男生想把妹，可能可以上这个。它主要的受众族群应该是想要认识喜剧文化，或是想要做脱口秀的人，就受众有点狭窄。跟耗子一起挑酒，品酒课啦，算是品酒课。总授课人数，你看差多少？艾丽莎莎自己的自媒体销售学贩售总人数是27000人，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她贩售的内容吧。所以其实你在授课的时候选择的赛道真的很重要，像是品红酒这个东西，它的赛道就会相对来讲比较窄一点，因为其实真的有兴趣的人比较少。你有自己上过什么课吗？你可能忘记我是花你的钱去上的。你花我钱去上？刷了你的卡，然后只听了2堂课。我有上过酷炫的线下课程。酷炫虽然看起来不是很正经，但是他其实他个人的魅力是很强。我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人，真的是可以把他课程是做的有内容。所以其实我觉得，你如果是网红出来开课，你也不能东西太没有内容，只是在贩售自己的光环。那大家可以再分享一下，说有没有上过艾莎莎的瑜伽课啊？那实际上上得完如何？或是你有没有上过什么比较有趣的课程？都欢迎跟我们分享。好，先这样，拜拜，拜拜。